国内将逐渐停止心脏支架手术，做完人就废了。讲出实情，心脏是人体内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维持器官，如果心脏出现了问题，人类想幸存下来都比较困难。而我国因为多方面的原因，目前是存在比较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根据统计，全国共有超过3亿人的心脏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有不少人得的都是冠心病。而在临床学的角度上，对解决心脏疾病有一个好方式，那就是上心脏支架。但是心脏支架技术在民间却受到了很多人的争议。有人认为心脏支架技术是一个已经被很多国家淘汰了的技术，还有人说上心脏支架会降低人的寿命，甚至有消息称我国也会逐渐停止心脏支架手术的开展。这对于很多存在心脏类疾病的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那么，如果国内真的要逐渐停止心脏支架手术，又到底有什么样的理由呢？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1. 停止心脏支架手术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无法根治心脏疾病。首先，心脏支架的存在并不代表着就彻底能够避免心脏疾病。心脏支架说白了，就是在我们的心血管附近植入一个人造的机械支架，让它能够撑起心血管，不至于造成心血管的堵塞，从而保证心脏的造血能力。也就是说，它本身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械工具。只要是机械工具，就会有使用寿命。一旦这些心脏支架出现了老化，那么我们的心血管也就还有堵塞的可能。所以，心脏支架只是在难以解决心脏疾病情况下的一种临时过渡类的医用产品而已，它不能从根本上治疗心脏疾病。要想根治心脏疾病，还需要通过其他的医疗方式进行辅助治疗才可以。所以，很多人认为国家会逐渐停止心脏支架的架桥手术，主要是因为以后肯定会研发出更多的能够根治心脏疾病的治疗方案。那么，等这些治疗方案出台以后，心脏支架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从逻辑层面上来，这种说法是没有问题的。而心脏支架手术可能会停止的第二个理由，就是确实存在某些植入了心脏支架手术的患者，最后出现了长期并发症的情况。比如说心脏支架在体内逐渐和血管融为了一体，或者是某些人会对这些心脏支架产生极大的排异反应等等，这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就以这2个理由，就说心脏支架技术已经是落后的，即将被医学界完全淘汰，则完全是谣言。很多人佐证了所谓美西方国家已经停止使用了心脏支架技术的言论，也是错误的。实际上，心脏支架技术依旧是各国医生用来处理急性心血管疾病的最好用，也是最普遍的技术之一。2. 心脏支架目前的应用。按照统计来看，心脏支架技术在很多国家的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我们就说美国，美国人得心血管疾病的概率也比较大，因为美国人的饮食同样重油高盐，大多数美国人都习惯性的会吃快餐，所以美国的肥胖率长期居不下。美国人得各种慢性基础疾病的概率也远超其他国家的人，就包括各种心血管疾病。所以到现在为止，几乎每天都有美国人在接受心脏支架的手术。人口只有3亿的美国人，每年要进行100万例的心脏支架手术。所以，心脏支架手术在解决心脏问题上依旧具有着不可替代性。像美国这种超级强国和大国都还在大规模的使用心脏支架，说我们国家就要完全禁用心脏支架，明显就是一个谣传。在新的心脏治疗技术出现之前，就放弃心脏支架，不管怎么看，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真的完全淘汰了心脏支架，对于那些心脏并不怎么好的中老年人来说，他们又该靠着什么维系生命，阻止心血管堵塞呢？其实也早就有医学专家站出来辟谣了。就比如说复旦大学的著名医生罗新平教授，他就明确表达过，目前在临床角度上来讲，心脏支架是最有效的能够打通血管，阻止心血管堵塞的方式之一。而且，心脏支架技术也没有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在心脏支架出现的早期，确实曾经出现过一些医疗事故，但那是因为当时的技术不成熟。如今心脏支架技术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它已经是一个体系相当完善、安全性极高的医疗手段了。按照统计，我国有不到1%的患者
在接受了心脏支架手术以后，可能会发生排异反应。心脏支架可以让90%以上的患者避免心血管栓塞，而且还有90%以上的患者，特别是那些心梗的患者，一旦出现了严重的病症，他们到医院也会第一时间选择接受心脏支架手术。对于患者来说，不是没有其他的选择，医生还可以通过血栓抽吸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医学手段来帮助患者解决心血管的堵塞问题，但是这些手段往往都有着较大的局限性。就比如说血栓抽吸术，它确实可以一次性的把堵塞的血栓全部都抽出来，但是却同样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心血管堵塞的情况。如果下次堵塞了，还得去做血栓抽吸术，那还不如直接上一个支架。上支架的话，一个支架能够用不少年，而如果只是使用血栓抽吸术去抽掉血栓，恐怕每隔几个月就得去医院做一次手术。而其他的包括药物、球囊扩张在内的能够解决心血管疾病的医疗技术，现在也都没有心脏架桥成熟。所以心脏架桥绝对不是很多人所说的是所谓的过时技术，它自上个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就一直是解决心脏问题的前沿技术。心脏架桥技术出现以后，因为心血管疾病而死的人数量急剧减少，并且心脏架桥技术也一直处于蓬勃发展的态势，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心脏架桥技术依旧是解决心血管疾病的核心技术。3. 放了支架能延长寿命。现在很多人会说心脏支架会导致患者的寿命减少，也完全是无稽之谈，这是不科学的。没有任何的临床数据和科学研究能够证明心脏支架会缩短寿命。很多中老年人在架设完了心脏支架以后，到最后还是因为身体原因而提前身亡，大概率也不是心脏支架的缘故。就比如说一些中老年人，他们的心脏老化问题非常严重，甚至部分心肌都已经严重坏死了。心脏支架的存在虽然能够帮助他们打通血脉，让心脏继续运行下去，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它能够逆转心肌结构的坏死。心脏支架技术本身并不是万能的，心脏支架的存在只是能够降低急性心梗和心源性猝死发生的风险。可如果某些人觉得自己接受了心脏支架手术以后，就还可以像之前那样高油高盐饮食，毫不顾及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天都要熬夜，迟早还会因为严重的心脏疾病身亡，这与心脏支架本身并没有联系。如果没有心脏支架的话，这些人只会死得更快。所以对于那些已经接受了心脏支架手术或者即将接受心脏支架手术的人来说，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心脏支架手术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可身体是自己的，只有他们平时多注意，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加强身体的抵抗力，才是长寿之道。所以中老年人在日常饮食时一定要保持清淡，减少辛辣刺激类食物的摄入。同时，有抽烟习惯的要尽快戒烟，有喝酒习惯的要尽快戒酒。要听从医嘱，服用一些辅助类的药物来加强心脏支架的效果。而且一些中老年人也可以通过适量运动的方式来延长寿命，但切记是适量运动，不是过量运动。运动本身也应该有节制，过量运动只会给老人本就严重老化的身体带来更大的负担。但大体上来讲，只要做到清淡饮食，维持运动，维持身体活力，提高抵抗力，做完心脏支架的老人，他们的身体状况肯定会有一个极大的改善。也希望一些中老年人不要对心脏支架技术产生误解，也不要对它有恐慌情绪。心脏支架技术的存在是为了延续他们的寿命，而且它也确实有这样的作用。在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不要恐惧疾病，要相信医院，相信医生。只要不是绝症，医生一定会想办法帮助我们治好的。结语：如今会有很多的老人相信心脏支架技术即将退出市场，觉得这是一种落后的技术，恐怕也和一些无良自媒体的错误宣传有直接关系。我们今天就是希望大家心脏支架技术有着一个更加深入性的了解，毕竟人年纪大了以后，或多或少都会出现心脏方面的疾病，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一代年轻人也就需要去医院架上一个支架了。所以千万不要对这种医疗技术有误解。心脏支架技术起码在现阶段
依旧是帮助老年人延长寿命，解决心血管疾病的最好医疗方式。而且这种技术经过了30-40年的发展，已经很成熟了，安全系数极高。在大多数情况下，接受心脏支架手术是不会出意外的。